此有个怪癖，喜欢屁股大的兽人，但是为了不被当成变态，他故意伪装成不喜欢雄性。原来女孩是个脸上长着胎记的丑雌，身为贵族的她更是有着5个绝顶兽夫。可为了秘密不被发现，她只能每天夜里偷偷在兽夫房里点迷香，想要趁他们睡着后再做坏事。没想到昨晚兽夫竟突然醒了，还一不小心将他推向石壁撞死过去。接收完原主的记忆，雪颜只感觉一阵头疼。纪灵见雪颜醒了，强忍着身体内残存的药性跪了下去。是纪灵没有服侍好雌主，求雌主责罚。男人乌黑的长发散落在肩膀，他的身上找不出一块完整兽皮，露出一片又一片青紫的伤痕。雪颜的眉头不由皱起。原主本是皇城的贵族，但在其阿父死后便被流放到了环境恶劣的无名部落。流放路上，兽夫为了护着他，都受了极其严重的伤。然而原主不仅没有给他们治疗，甚至还将怒火发泄到了他们身上。但雪颜却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变化。原来在皇城的时候，他就被人下了毒，所以性格才会变得暴躁又易怒。纪灵，你先起来吧。话落，纪灵周身的寒气更浓了。此主，都是纪灵的错，纪灵不该推您。您要是不满意，可以随时休了我。纪灵毫无怨言，平时只要雪颜一说好话，就会越疯狂的虐待他们。还没等雪颜再说话，就见一个身穿红色雨衣、长相绝顶的兽人走了进来。花城拿出纸和笔放在了木桌上。此主要是想休了纪灵，那把我也休了吧。此主最近打我们也打累了吧？花城都心疼此主的手，况且此主最爱的只有江公子罢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花城眼底还压抑着一丝厌恶。此刻，雪颜接受了自己穿越而来的事实，她恨不得马上写休书解除关系，但自己前世的木系异能竟然变弱了。眼下他们身处于环境严寒的北边部落，更何况自己在皇城还有仇人，所以在自己恢复实力前，还需要这些兽夫的保护。而根据自己的记忆，江公子是原身的第一个兽夫，为了得到江明一笑，原身更是做了很多离谱的事。雪颜轻叹了一口气，原主的孽却要自己来还，这叫什么事？2个月内你们若是可以保护我不被伤害，我便放你们离开，到时候会给你们休书。话落，纪灵和花城都怔住了，他们根本不觉得他会有这么好心。而就在这时，门外却传来一阵尖锐的叫喊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雪颜，你快出来看看，你的兽夫被魔兽袭击，快不行了！雪颜也顾不得去想是哪个兽夫受伤，赶忙从床上下来往石屋外走去。刚到院子，就看见几个兽人抬着一条巨蟒放在了地上，触目的伤痕不断流出红色液体，让在场的人纷纷蹙起了眉头。雪颜，你的兽夫维持不了人形了，节哀吧！纪灵花城的心中顿时麻木又无力，或许他们以后也会如此，悄无声息就死在了这个地方。雪颜看着南希快要不行了，赶忙上前将手放在南希的额头上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就算是死了，你也不肯放过他吗？因为太过于着急，花城连雌主都没叫。而在兽氏大陆，无论雄性的家世有多显赫，只要有了雌主，就要以雌主为尊。雪颜没工夫搭理他们，此时他正用木系异能修复着南希的伤势。刚刚还在惋惜的林晴突然看见南希身上泛起幽光，震惊的看向雪颜。天哪，你竟然有能治疗伤势的异能！绿色的光芒将南希的整个身躯包裹，雪颜的意识进入到了他的精神海中。只见迷雾中，一条巨蟒盘踞在地上，眼神慌张且虚弱地看着雪颜。此主。哪怕此时他已经浑身是伤，声音却依然温柔。雪颜缓步朝着南希走去，伸手想要触碰她的身体，她轻轻颤了一下，可竟也没拒绝阻止。雪颜不知为何心中一软，将手轻轻放在她的额头。放心吧，你的伤势会恢复的。手心中传来的温润感让南希的伤口缓缓恢复着。她惊讶地看着雪颜，辛苦此主为我疗伤。不用谢，这本是我应该做的事。根据记忆，如果雌性娶了兽夫，兽夫就有义务照顾和保护雌主，当然雌主也有义务为兽夫疗伤，安抚他们的精神识海，稳定他们暴动的异能。可前身从没有做过这些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见南希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雪颜这才将手放下。而因为一次性消耗了太多异能，她直接晕了过去。清醒后的南希从蛇形化作人形，将她抱住。此主。见雪颜昏睡了过去，南希轻轻抱起她的身子走进屋中。纪灵和花城不可置信地看着南希的背影，若非亲眼所见，他们绝不会信雪颜会有异能。花城，你听说过雌性会觉醒异能吗？我感觉她有些不一样了。无论怎样，她都用异能救了南希，这是好的变化。二人的面色还是有些凝重。南希受伤了，家里没有食物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打猎。我也去吧，让南希在家里好好休息，顺便照顾她。他们5个兽夫目前还需要依靠雪颜生活，一旦她在流放部落中死去，他们也要跟着陪葬。不过如今也只有他们3个还在照顾着雪颜，另外2个人经常不回来，就跟消失了一样。等雪颜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她起床洗漱，透过石盆看着自己的面容，现在左边脸是好的，右边脸上是黑漆漆的胎记，看着就很吓人。前身就是因为容貌的原因很自卑，加上被毒药控制后就暴躁易怒。但雪颜知道，只要将毒解开，原本的美貌就会恢复。雪颜刚从房间走出，就看见一道萧条的背影正在劈柴，清晨的微光洒在她的青色兽皮衣上，让她周身都有一种出尘的气息，感受到有人在看着自己。南希转头与之对视，此主，你醒了。雪颜轻轻嗯了一声，她不太习惯和兽夫相处，但在兽氏大陆，她暂时还需要他们的保护。这里植被富饶，哪怕是只用睡觉都能够轻松恢复异能，只是现在还不到曾经一阶的实力。南希放下手中的木柴，小跑去厨房拿了2个果子和鸟蛋递给了海盐。委屈此主了，现在家里只有这点食物。不过今天早上纪灵和花城就去狩猎了，应该会带着猎物回来。想到昨天本该是自己带回食物，却因为受伤才让今天的食物没有着落。南希的脸上满是自责，此主，对不起，昨天都是我的错。雪颜知道这蛮荒之地要弄到食物很不容易，经常死人都是再不过平常的事。没事，我去烧火做饭。闻言，南希狐疑地看了雪
雪颜一眼，他可从没见过雪颜做饭。雪颜用鸟蛋和西红柿做了一锅汤，好在家里有些剩下的盐，做好后他用木碗盛了一碗递给南希。南希诧异地看着碗中的食物，他此前都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做法。南希，这2个红色果子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雪颜想着只要有了西红柿，说不定就可以做一些番茄酱去城池贩卖，然后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。词主是在古木森林里找到的。闻言，他的眸子微微一动。吃完饭后，你能陪我去一趟吗？南希温润如画的眼眸波光凌冽，这是他第一次说要去森林，连忙点了点头。雪颜见南希迟迟没有动勺子，便催促道：“快趁热吃吧，我一个人吃不下那么多的，你尝尝我的厨艺怎么样？”南希还是没有动。突然，雪颜想到昨天就是他给纪灵下了药，趁着药性打算做些不好的事，也难怪南希不敢吃自己做的食物。他僵硬地抽了抽自己的嘴角，那个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对你们并没有那种心思，食物里没有下药。这话落下半晌后，南希才点了点头。之前的食物都是紧着雪颜先吃，只有他吃饱了，他们才能吃剩下的。南希优雅地拿起勺子，在汤进入口腔的瞬间，他顿时露出了惊讶之色。词主，你做的汤很好喝。看着他的样子，也不像是故意在讨好。雪颜浅浅地笑了一下，那你快喝吧，等我们去森林里找到更多的食物，我再给你做美食吃。在剩下的3个兽夫里，只有南希会对他态度好一些，当然并不是有什么亲密接触，顶多就是雪颜安排的事他都会帮忙做，所以他要去森林的话，只能叫上南希保护自己。南希看着他脸上的笑容，温润的眸子颤了颤，犹豫过后还是补充了一句：“词主，我从未吃过这种食物。兽氏大陆的美食文化很落后，大家能辨别的食物种类少之又少，这也是为何雪颜想要亲自去森林看看。你要是喜欢我做的饭，只要能找到食材，我可以每天都给你做。”虽说几个月后他就可以和他们解除关系，但雪颜可不想刚写完休书就被兽夫杀了，搞好关系可以让他们不那么厌恶他。南希的脸色一变，词主不用那么辛苦。雪颜知道南希这事还不相信他，觉得他又在憋着什么坏，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反正时间长了他们自然就明白了。吃过早饭后，南希主动收拾了碗筷，就算是在做一些杂事，她的举止之间也透着金贵气息。收拾完后，南希化成原本的蛇身，词主请上来。雪颜倒也没有拒绝，直接坐上了南希的蛇身。经过部落的时候，很多人看着雪颜纷纷露出惊讶的神情，那是雪颜吗？她不是最讨厌蛇兽了，怎么会坐在蛇兽夫的身上？不知道，我听说昨天原本那个蛇兽都要死了，结果被雪颜用异能救活了，真的假的？雌兽怎么可能有异能？就连巫医也是雄兽啊！南希听着他们的讨论，猛然加快自己的速度，差点把雪颜从身上甩下。雪颜只好紧紧地抱住蛇身，她能感觉到抱住南希的瞬间，她的蛇身都有些僵硬，似乎很讨厌这个举动。等到了西红柿生长的地方，她才化作人身将雪颜抱在怀里。虽然还是那副温润的模样，可耳根子却有些微微泛红。雪颜看着一片西红柿，眼睛都凉了。只是眼下没有什么工具能装下这么多，在末世时倒是有空间，可现在她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空间波动。南希，你可以帮我找一些藤条吗？南希在附近找了很多的藤条，雪颜就在原地编起了背篓和篮子，她的手很巧，编织的速度很快。南希的眼底变得潋滟幽深起来。词主，你这是在编东西吗？编一些篮子来装这些红果。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，就在附近转转吧。南希点了点头。家里没有食物，她去周围走走，或许能抓到一些野兽。在南希离开后，雪颜便开始将西红柿装进编织好的背篓里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危险的气息忽然靠近，雪颜眼睛对上一双红色的眸子。南希呼喊的同时，她一跃而起，迅速朝着旁边的树木爬了上去。等到南希过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了这一幕。南希愣住了，她记得雪颜从来不会爬树。没等她思考这些，凶兽便朝着树干撕挠而去。南希飞速从空中一跃而下，将手中的骨刀对准凶兽脖颈刺去。骨刀抽出的瞬间，红色的液体飞溅而出。南希优雅的轻松避开，没有沾染上一滴液体。雪颜看见这一幕都愣住了，前身连一点实力都没有，到底是凭借什么勇气去招惹这些兽夫的？就不怕他们受不了而杀了他吗？在出神的瞬间，雪颜脚下一个没踩稳，直接就从树下掉了下来。南希纵身一跃，从半空中将雪颜揽入怀中。死主，你没事吧？雪颜的鼻息间传来一抹清雅的气息，似乎能轻易蛊惑人的心智。她又忽然想到南希手斩刀落的样子，身体都不由自主僵硬起来。那个，我没事，你先把我放下来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雪颜都没敢去触碰南希，生怕南希一个不乐意也抹了她脖子。南希低头看着怀里全身僵硬的雪颜，她的眼神仿佛变了，没有那种偏执的感觉，如今的眼神清澈又干净。死主，你这是在怕我？